各位，树欲静而风不止啊！中国呢，在南海呢，一直是准备练龟息功，以时间换空间。可是你架不住那美国老是拿小棍儿敲你的脑袋呀！这回美国直接下场了，朋友们。中国不是在黄岩岛公布了一个黄岩岛自然保护区的这么一个管理办法吗？是吧？美国国务院这美国国务院官方直接就出来说了，美国国务院警告黄岩岛不是你中国的，是菲律宾的。然后美国的一些西方的盟友人家说了，美国这个谴责中国这个黄岩岛破坏稳定。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表示，美国拒绝中国持续试图在这个黄岩岛实施的单方面的设立的具有破坏稳定性质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阻止菲律宾的渔民进入其传统渔场的做法。美国拒绝。那位说美国他凭啥拒绝呀？那到底是怎么说的呢？好吧，我在美国之音上看到的，倒没有看到像这个德国之声、美国的这个盟友的这种挑拨的口吻美国国务院是这么说的。他说呀，8月8号的时候美国呢批评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岛礁他呢按照菲律宾的说法说中国叫黄岩岛附近推行所谓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行为破坏稳定，并表示这是中国又一次单方面的企图利用可疑的环境和法律借口推进其在南中国海的领土扩张。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叫汤米，他发表了声明，美国反对中国持续的试图在斯卡伯勒浅滩，也就是黄岩岛推行其破坏稳定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国又一次单方面的企图以可疑的环境和法律理由为借口，以胁迫手段为后盾，以牺牲邻国的利益为代价，推行其在南中国海广泛的领土和海洋权益主张。美国与菲律宾盟友站在一起，以支持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这回那中国解放军没有退路了吧？人家那个美国说了，那黄岩岛不是你的，是菲律宾的。那这个菲律宾那不是逮着那个圣旨了吗？菲律宾于是这2天持续的在黄岩岛进行挑衅。然后呢，自然又遭到了海警的一顿亲切的水炮问候，而且呢，那个海警专刺菲律宾的昂贵设施，雷达，什么贵朝哪儿呲，这是掌握着精髓了，是吧？当场就不转了，你看了吗？然后呢，菲律宾媒体就开始造谣，说中国的海警部门不小心改变了航向，撞上了菲律宾的船只，并用水炮将其击毁，导致那艘菲律宾船只几乎完全的损毁。不就是把你那个破雷达给你那个洗了一下吗？哪是完全损毁啊？
这是刚刚中国海警出动直升机驱离菲律宾带着那所谓的记者的那个小飞机闯入中国黄岩岛的领空。干嘛？那位说，那还忍他干嘛呀？我不说了吗？在几年前我就说，我说中国在南海把菲律宾狠揍一顿然后呢，美国如果敢下场的话，那把美国也狠揍一顿。从此以后这个台湾问题的解决就是一片坦途了。现在我觉得中国的有关的专家听进去我这个野生国师的话了。最近呢，中国在这个南海包括这个中国的军队海军、空军，在黄岩岛周围全都进行了实弹演习，全上去了。那位说，那美国赶上吗？美国不赶上。为什么呢？美国现在是色厉内荏打伊朗就暴露了自己这个纸老虎的本色了。你像他现在派去那个黄岩岛的都是些什么呀？都是些破螺旋桨的什么侦察机之类的。108编队已拿黄岩岛附近海域，按计划开始组织战备巡逻。我已到达黄岩岛任务区域，任务正。他们能看到吗？可以，明白。高度拐动，速度700，即将到达黄岩岛空域，保持队形，展开战备集群，正位稳，态势轻。他们能看到吗？可以，明白。中国解放军早就在黄岩岛周围做好了准备，这是真的是要干了。只要是美国和菲律宾胆敢进行挑衅的话，那他们将第一时间葬送到海底去喂鱼。美国很笑话，你知道吗？前两天我也给大伙说了嘛，美国媒体报道呢，就是在伊朗周围被伊朗的导弹打得无处藏身的6艘美国的中小型的这个海军舰艇，很小中小型的舰艇，类似于那个小舢板之类的被撤到了菲律宾。那位说他在伊朗周围被打跑了，撤到菲律宾跟解放军呲牙去美国人的脑洞那就很清奇的，你知道吗？还有一个消息我也给大伙说了吧。然后呢，本来呢美国的航空母舰调到南海去了想去耀武扬威去，结果呢中国解放军在进行这种演习的时候，直接就起飞了轰六恩，挂载了专打航母的中国的什么惊雷1导弹之类的，在航母的防御圈外就直接可以一发入魂。结果呢，美国的航空母舰在南海紧急撤离跑了。所以现在的局势是美国只敢打口炮，而解放军是真敢开炮但是我说的这个前提是你得下场挑衅才行。各位，让我们拭目以待吧，点个订阅，下期再聊。